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上周呢，我发布了一期视频，是关于如何在购买二手车时准确鉴别泡水车的。还有观众朋友在看了节目之后，在下方留言问，如果自己的车进水了，要怎么处理和维修呢？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讲一下，如果自己的车在不小心泡水或者进水之后，要如何自行处理呢？咱们先从最严重的情况开始说起。如果你在开车的过程中，突然水漫了过来，发动机吸进了水，那么马上发动机就会因为水和油气混合物掺杂在一起，会立即的熄火。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你要做的是观察附近的水位高度，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一旦水到达了车门中间左右的位置，由于车门内外两侧的压力差，门是无法被轻易的推开的。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应该立即尝试控制车窗下降，以便从车窗位置翻出车外。因为在车辆刚刚被水淹导致熄火时，电池呢是仍然可以向全车的电器供电的，但是这个状态不会持续太久，所以应当尽快的降下车窗，逃出车外。然而如果在尝试后发现车窗已经无法降下了，那就需要采取暴力的破窗逃生了。现在很多的人会在车里备上那么一两把破窗器，这个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然而如果没有破窗工具的话，将头枕卸下，并且用下面连接的那段金属支架来破窗，也是一种很好的逃生方式。那么如果情况好了一些，车门并没有被水挡住，只是发动机被憋熄火了，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首先，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切记，不要尝试去再次发动发动机了。因为我们上面提到了，这个时候的发动机内呢是不只有油气混合物的，还有一些水混在了里面。油气混合物是可以被压缩点燃，而水却不行。一旦尝试启动，会导致发动机的内结构瞬间受损。大多数的结果都是只能更换发动机了，没有办法维修的。而且因为是人为造成的二次损坏，保险公司也通常在发现车辆二次启动后不会进行理赔的。因此呢，发动机进水熄火后，正确的做法是停止一切对车辆的操作，拔钥匙下车。下车后呢，就拿出手机记录车辆所处的情况，并且拍下车辆的 VIN 码，也就是俗称的车辆识别码以及车牌照。之后呢，就要尽快的联系保险公司来现场鉴定和处理理赔事宜。一般的建议呢，是在事故发生的24小时内就上报保险公司，以免由于这个时间间隔过长而产生额外的纠纷。那么有的车主会问了，如果我只购买了第三者险，那就没有办法给自己的车辆理赔了，那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办呢？是不是要自己付费维修了？这个时候呢，很多车主就会想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自己处理来维修的，这样能节省一些开销。如果真的想要自行维修处理泡水问题的话，有下面几个点是需要着重的关注的。首先，要打开车辆进气通道位置的空气过滤器盒子，查看一下空气滤芯有没有湿透变脏。通常情况下呢，空气滤芯是一直很干燥的状态，即使偶尔进一点点的水，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然而如果空气滤芯湿透了一大部分，那么除了一定要更换一个新的滤芯以外，进气气管和更深的进气管道是很可能有水分进入的。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打开空气滤芯盒，先不要安装滤芯进去，放在阳光下面暴晒一段时间，或者多用一个风扇吹一吹它，让通道内完全干燥后再安装新的空气滤芯，以免因为管道残留的水再次进入发动机，造成二次伤害。之后呢，就要检查一下车辆的油了。这个时候说的油呢，其实不是正常的汽油，而是机油和刹车油。首先，机油呢，在发动机的运行当中是承担着润滑和散热的作用的，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机油一旦进了水，
不但发挥不了原本该有的效果，而如果进的水当中含有泥沙等杂物，还会对发动机造成持续的伤害。因此，当你打开机油加注口和抽出机油标尺之后，如果发现咱们车的机油上面有泡沫或者颜色发白混浊的话，那就说明你的机油里面进水了，还是尽快的更换机油为好。有时候呢，汽修师傅为了能够完全清洁机油和发动机内部，还需要连续的更换2至3次机油，以冲刷出来所有的泥沙等脏污。那么对于刹车油来说，一般刹车油的管路都是很密封的了，不会直接有水或者泥沙进入管路的。然而在泡水过后，由于刹车油天生的强吸水性的特质，很可能有水汽被吸入了刹车的管路，而当刹车油的含水量达到一定的比例后，刹车就会发软无力，甚至直接失效。因此呢，在泡水事件发生后，建议无论如何都要花点钱将刹车油更换掉，毕竟开不动的车不可怕，可怕的是刹不住的车。此外呢，正如我们之前那期节目所讲，大灯和保险盒的位置也有可能会进水进泥沙，所以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把这些位置打开来清洁一下。接下来，除了咱们刚才说的发动机舱进水以外，如果车的座舱里面进水了，要怎么来自行处理呢？这个咱们就要分情况来讨论了。首先，如果咱们进水的程度不是太严重的话，只是淹到了座舱底板的位置，那么整车的地毯首先是肯定要被扒出来清洁暴晒的，否则细菌霉菌这些都会使得车一直有一股潮潮的异味。此外呢，在阳光下暴晒地毯的同时，也建议车主朋友们呢可以同时选择一个干燥通风和没有什么人经过的地方，把车辆的天窗和侧窗都打开，一并在阳光下暴晒。这一步呢，其实是为了把车里其他位置残留的水汽和细菌也都用紫外线杀死。在完全晒干以后，很多车主们呢会按照平时开车的习惯，直接打开空调吹冷风了就。这时我们还有一个操作的小细节，可以让车子能够更好更快的恢复，那就是在之后差不多1至2周开车的过程中，请尽量选择不要打开 AC 制冷键，而是打开风扇，向车内吹入自然风，同时开一点窗户，并选择外循环模式，让外面干燥的空气经过空调管路，这样可以把空调内部的潮湿空气都吹出来，以避免在以后正常使用空调的时候闻到那些难闻的酸臭和霉味。在外循环一段时间之后呢，也可以调成内循环，然后一段时间再调回去，这样往复的更换空气循环模式呢，是为了更加彻底的把车内部所有的风扇和管路都吹干，不留死角。可千万要记得，不要因为觉得有臭味就喷香水或者采用一些熏香的方式来压制住气味，这样做不但会掩盖掉潜在的问题，还会让原有的臭味和霉味持续的更久，更难去除。如果你实在觉得难闻，可以在车座下面塞一些活性炭的袋子来吸臭吸湿，定期更换就可以了。而如果车辆进水的程度比较严重，已经淹到了座椅，那么除了以上的步骤还要正常做以外，还要对座椅进行额外的处理。如果是皮座椅，那就不能暴晒或者烘干了，因为会让皮子出问题的。我们只需要擦干座椅就行，然后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几天就没事了。在完全干燥以后，要记得对皮椅的表面进行护理，建议采用一些专业的皮具护理油来擦拭，以避免皮椅的表面可能出现的开裂和变色。而如果是布座椅的话，这个情况就要稍微复杂一些了。除了擦干和晾晒以外，还最好能够采用一些高温烘干或者蒸汽杀菌的方式，来彻底清除掉那些被布料吸入的脏水中所带来的大量的细菌和霉菌。之后在太阳光底下也要晒得更久一些才好。在以上所有的步骤都进行完以后，我还是建议大家呢送到比较信任的修理厂去检查一下底盘的各个位置的锈蚀情况。如果有大量的锈迹的话，
除锈并重新喷底盘的防锈装甲还是很有必要的。而在之后一段时间的开车过程中，也要特别的注意底盘的各个角落传来的异响。如果异响很多，而且声音还不小的话，建议还是去专业的修理厂对锈蚀的零件进行更换，一劳永逸。总而言之呢，车辆进水泡水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在进水后，车主一点都不当回事儿，还大大咧咧的随意的就开上路了。这样没有进行任何处理维护的车开在路上还是相当可怕的，无论是对车主本人还是在路上的其他人来说，也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以上我提到的这几点对于泡水车的基本维护措施，其实还是很容易自己就能在家操作成功的，也费不了几天时间。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呢，也可以在家试一试，我相信这个还是能取得不错的成效的。好，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留言和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